我不想说自己不足，因为我觉得东亚女生做太多反思，老是觉得自己不好，甚至没有一个治愈的过程，它是直接把你带到了那个没有创伤的环境里面。Hello，这期视频想聊聊爱的形状和缘分。其实我是有点想推翻我以前的一个说法。我大概几年前的时候就说过，我觉得其实只有人完整了才能遇见对的人。但是我现在其实就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不妥当，因为人其实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状态的。你说什么是完整呢？就说你刀枪不入了吗？你的事业，你的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东西你都解决了，你变得很成熟了，你懂得如何爱，你懂得自己需要什么。我说这个叫完整吗？这也太难了吧，因为人是不断变化的，人不可能完整的。但人其实是会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状态，比如说人早年小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成熟，甚至是有一些创伤，自己是有些破碎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很不稳定，那你的感情其实就稳定。对，比如说可能比较容易创伤性的话，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我很容易说我喜欢一个人，我就分享欲爆棚，我会很想把很多好的东西都给他，但是其实太浓烈了，不是特别有边界感。对，太浓烈了。那个时候，如果对方不是同样的类型，那你的这个感情就比较容易失衡。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创伤比较严重，会容易有一个叫创伤吸引的东西。那这个创伤吸引是什么？创伤吸引它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如果两个人有相似的经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理解对方，你很容易看见对方。那当你被看见、能看见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会很吸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风险的东西，正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创伤太相似了，所以有时候会很难一起走出来。而且我也看到过一些例子说，两个人因为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他们在一起了，一个人先走出来了，另一个人就会觉得你背叛了我，这就是一种风险。你跟一个没有类似创伤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可能你一开始觉得你怎么就不理解我？但是他就是那种很有一点点粗暴的，直接拉着你的手走到阳光下，就说我们晒太阳就没什么。可能你一开始挺不舒服的，你觉得没有被看见，但是他的这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其实像一个镇痛药一样把你拉出来了，他突然让你抽离了。当你抽离了以后，你其实可能会慢慢习惯没有创伤的环境，它甚至没有一个治愈的过程，它是直接把你带到了那个没有创伤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它不是一个匮乏的生活，它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生活，它不是那种说有人会抛弃你，有人会忽略你感受的生活。可能你一开始会有一点不适应。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对创伤的迷恋，人容易陷入一种因为熟悉所以觉得安全的误区里面，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在选择伴侣上容易挑跟原来原生家庭父母相似的特质，就是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是伤害你的，但是你还是挑了相似特质的，因为那种熟悉感其实让你觉得安全。但其实恰恰也是那份熟悉感是你的创伤的来源，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要警惕。所以我刚刚提到的，你去规避掉创伤吸引，就是你还不完整，但是你规避掉了创伤吸引，你就莫名其妙的被治好了。当你治愈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更好的做了一个课题分离。你可以想象你现在你是一个治好了的自己，你去抱抱那个过去的自己，说已经没事了，都好了，都过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在寻找亲密关系，特别是爱情这种亲密关系的初期，都会抱着一种希望亲密关系治愈自己的这种想法，但是它比较容易去造成吸引创伤吸引。我觉得好处就是，如果你们能一起进步，那再好不过了。但如果说进步不是同步的，或者说你们两个其实都缺少一些能够主动自愈的一些方法，其实就有点像在泥潭里面越陷越深的这种境地。所以说回来刚刚那个观点，我会觉得说稳定的爱其实更容易去出现在你已经修复了一些创伤，或者是说你已经学会了怎么去爱自己。那怎么去爱自己，指的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对你来说是好的，什么样的环境对你来说是安全的，是可以给你能量的。当你自己会照顾自己，你明白怎么去接受爱，其实你慢慢的就会学会去怎么去给予爱，怎么去吸引别人，怎么去理解和支持别人，怎么去爱的同时不让这份爱去压垮对方。当你学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感情就会慢慢的变得很稳定，很有质量。最开始有提到说，不是什么完整的才能遇到对的人，我觉得刚刚除了说就是完整这个概念，其实本身是不成立的，因为人是不断成长、不断有新需求的。比如说，可能你在某个阶段，你是特别希望
有人去倾听你，你可能觉得比较孤独。某个阶段可能你不再孤独，但是你想要治愈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心理的匮乏感，或者说缺乏安全感，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信任别人，你容易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忽视，或者说你单纯有些别的需求。那其实人际关系存在的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满足我们的这些需求，不管是我们想要被倾听，想要被看见，想要一起出去玩，想要一起去实现一些目标，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需求服务的。虽然说我们说我们是寄希望于人际关系，说它的核心就是爱，但是爱也是一种理解付出，就是爱很综合的一个概念，理解、支持、关心、付出。你听到你的需求，照顾你的感受，去满足你，去抚慰你，这个就是爱，对不对？那人的需求在变化，所以你肯定是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对的人。我以前会觉得说什么寂寞的时候找的人就不对，或者说什么年轻时候什么不懂找的人就不对，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找的人就不对。那不是这样的，你不经历那些人，你怎么知道自己要什么？大家都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除了说相互支持到对方，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我有一种观点，这个不只适用亲密关系，我会觉得你经历的人越多，其实你就越看见你自己。比如说我最近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会分享各自的经历，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像就是一个我的面，它是一个样本。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思考说，那我一直渴望的我没有的东西，在你身上你一直有的东西，那我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个是我真正想要的吗？它会让你在自己有限的经历里面去能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它会让你更清楚自己的需求，让你看见别人的时候也更看见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的人了，这个非常好的关系，很有存在的价值。其实网上会有很多声音说什么是真正的爱，比如说年少时候你什么都不懂，你没有生活的压力，那个时候非常懂的、非常强烈的爱才是爱，或者说爱就是占有欲。有的又说不，爱是极致的爱是没有占有欲的。有的又说生理喜欢才是真喜欢。那其实觉得全部都是对，包括现在跟朋友聊，有的人可能你只想跟他做某些事情，有的人你什么都不想跟他做，但是你还是知道你爱他，就是爱是有很多不同的形状的。我仍然觉得深爱或者说 deep loving 是比较稀缺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前提是比较多的相处的时光和互动的过程，那它需要很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它带来所谓的持久的吸引和幸福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深爱的定义，所以它肯定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但是不是说不深爱就不是对的人了。我觉得只要在你人生一段时光，大家互相给了一些支持，你有过那种被看见的感觉，我觉得所谓的对的人，他都是命运的礼物。我原来有段时间会用小红书的小号发帖去讲自己的一些迷惑的事情，有时候就会碰到之前遇到一个女孩子，我们就文字大概聊了2个晚上，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背景，我们只是在这段经历上比较有共鸣，他有他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就聊了2个晚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交集，直到有一个节日突然想起他，我就给他发了一个节日快乐，希望他还是一切顺利。我们是这样的交集，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 timing 也很刚刚好，给的支持也刚刚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命运的馈赠，他就是一个对的人。所以我现在会更觉得说，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出现了一个能满足你需求的人，大家相互去支持，你们去从这个经历里面看见了对方，也更好的看见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对的人。整个生命其实都是在于一个过程。像呼应那个长期主义和短期主义那篇视频，我会现在觉得人际关系是没有结果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到说，我跟你是好朋友，我跟你是闺蜜，我们要当一辈子的朋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恋人，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整个过程是更重要的，就是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你收获了什么，你带给了对方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的好的感情了，这就是非常好的爱，这就是非常好的关系。甚至我觉得哪怕说这个人带给了你一些创伤嘛，那也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正面的效果的。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有那种创伤非常严重，我大概哭了可能有整整1年。我此后我都不太信任别人，就是从一个安全型人变成一个焦虑型人，然后又变成一个回避型人格，觉得完全别人没有办法走近。但是那一个经历其实带给我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质，我变得非常独立，而且我更
有自己的边界感，我能控制住说自己不要把那么强的分享欲去直接抛给对方。也正是这种稳定感，其实后面吸引了更多的人。我觉得万事发生都有利于我。现在有些事情它让你痛苦，但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或者我不想说自己不足，因为我觉得东亚女生做太多反思，老是觉得自己不好。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观点是说，你会通过这个关系的一些失误，其实更好的去看到自己的需求。比如你有话该说没说，想说没说，有的事儿你想做没做，你对有一些行为为什么你会觉得非常的怎么说？你觉得为什么有些行为让你会觉得突然觉得不被尊重？为什么你会很想要一个结果，很想要一个回应？其实有的时候未必说对方的行为他想伤害你，他有做的多不妥帖，但是你会特别的敏感，你会觉得特别的愤怒，它不是你的错，没有人是错的，它只是说你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感受没有被照顾到，所以最重要的是说你去看见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很讨厌没有回应，我不喜欢说一个事情没有一个 decent 的结束，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的，我有跟朋友聊，他们会觉得他们完全能理解说一个事情没有回应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我会看见自己的创伤和自己的需求，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回应我的感受，没有被照顾到，我会 suppose 说对方是故意忽略我感受的，其实未必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的需求。那所以我在跟更多人交往的时候，我会直接告诉他们我的需求，我会告诉他们说，那你这个行为这样做，我的感受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就会直接去筛选说能满足我需求的人，那就可以规避掉这个风险。那有的人他觉得我无所谓，那所以这个点就不会戳到他们。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当你面对一个失败或者是不那么让自己开心的经历的时候，你能从中得到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还是说，你关注点在自己身上，你figure out自己的需求。那当你通过这个经历去看见你自己的时候，就哪怕它是一个暂时让你痛苦了一点的经历，那这个人也是对的人，他也是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过客。这就是这一期想讲的内容，我觉得总体上也算是一个比较温暖的视频，希望大家也觉得珍惜自己生命里面的每段经历，因为没有一段经历是白费的，然后万物发生都是有利于我们的，我们也不用说强求什么东西，我们张开双手，让所有的情绪什么关系都流过去就好了。对，所有的经历都是对的，所有东西都在让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变得更完满，变得更幸福，让我们变得更知道和去爱自己。当我们知道怎么爱自己，当我们看见自己，知道怎么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变成一个 giver。